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步前少。最近，日本陆上自卫队和美国陆军在靠近俄罗斯的北海道搞了一个规模比较大的军演。在这个军演期间呢，美国空军曾经出动 B-52战略轰炸机，空投了大量的水雷，以模拟封锁海峡和相应的港口。那么它这个模拟实际上针对的是中国。按照台湾媒体的报道，这种封锁方式是美军未来有可能采取的干涉台海问题时相应的战术。那么这个战术和二战期间美军动用 B-29封锁日本海的战术呢，应该说非常接近。二战后期美军派出大量的轰炸机，在日本周边海域布设水雷，并且用 B-52战略轰炸机呢火攻东京，最终呢造成日本的战略支撑力量崩溃。在二战期间所采用的一种战法，到了现在是否有可能再次实施？我想难度会很大，尤其是对付中国和俄罗斯。B-52战略轰炸机呢是一款亚音速的飞行器，那么用它在中国或者是俄罗斯的港口周边布设水雷，或者是在台海地区布设水雷。首先，你这款个头很大、飞行速度又不高的战略轰炸机，很可能呢，你的水雷还没有投下来呢，就被击落了。那么布设水雷之后，它不仅仅会对中国造成影响也会对国际航道的安全造成巨大的威胁。我们知道，台湾海峡每天都有大量的民用船舶在这里通行，因为东亚地区和世界各国的贸易都要派出大吨位的轮船，通过台湾海峡或者是其他一些地域呢，和欧洲、亚洲、非洲其他国家进行货物贸易。那么一旦你布设了水雷，那么这些航线基本上就中断了，不仅仅对中国构成影响，也会对世界各国构成影响。这样的战法现在你还能实施吗？另外，即使实施了，你这些投放水雷的飞机的生存能力到底有多少？面对中国强大的防空力量以及空军力量，可以说 B-52战略轰炸机跑到中国周边活动，那么就是有去无回。那么即使是投射了水雷，那么是否就没有办法把它清除呢？应该讲，在水雷战这个方面呢，美国人搞得比较早，但是美国海军的一个重大弱项就是排雷，当然是排的水雷。举一个例子，越南战争期间，美国为了封锁越南，在越南这些港口周边布设了大量水雷。越南战争结束之后呢，越南政府提出，美国既然在这个地方布了这么多水雷，你必须给我排除。美军也去了，但是结果发现他排不了，他能布，但是很难排，最终呢灰溜溜撤走了。但是这些威胁你必须排除，否则的话，那些航道、港口就不可能使用。最终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派出了扫雷部队，冒着生命危险把这些美军布设的水雷清除掉了。那么未来如果美军在东亚地区各个港口附近或者一航道附近布设水雷，你怎么排除？可能美军依然在这个方面是弱项，而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排雷能力，从某个角度讲，要超过美军的。上个世纪60年代，我们海军就搞出过无人扫雷艇，这无人驾驶的扫雷艇，而且它的扫雷能力相当强。那么一旦触发水雷爆炸，无人艇即使被炸毁了，也不会损失人员。那么几十年过去了，我想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扫雷能力应该说又有了
很大幅度的提升。普通的漂雷能少，沉雷也能少，毛雷也可以少，甚至那些智能化的水雷，我们也有办法对付。如果美军在今后的军事冲突中，在某个海域大幅度的布设水雷，恐怕受到影响的更多的是普通的民船，而不是中国的军舰。甚至呢，美军的军舰的所谓的航行自由，也会因为受到美国大量布雷的影响。因此，这样的战法最终能对中国造成多大影响，这是要打一个问号的。而且，战争结束之后，美军有没有能力把他布下的这些杀人武器清除掉，这个也是一个大大的问号。我们奉劝某些军事贩子，能够以亚太地区的和平为重，不要出那些馊点子，否则会对亚太地区和平安全的环境构成长久的不利影响。好，今天介绍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感兴趣的朋友，我们可以在下面的留言区留言交流讨论。我们下期再见。